大家好，我是秦妍。我从 COVID-19 新冠疫情期间封锁在家里开始呢，就学习 iClone 跟 Character Creator 制作 3D 动画。从2021年到2024年算起来呢，已经学习了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目前我正在制作的乙女游戏《1000王子》系列，也全部都是采用 3D 动画的形式来呈现。那么这条影片呢，我将要跟大家分享我从开始制作的较拙劣粗糙的动画，到后来慢慢改进后的动画，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当前制作动画的水平。在这之前呢，我想首先说说我做动画的一些个人经历，以及我有用过的哪些 3D 动画制作的工具。其实我在中学的时期，首先接触到的是2D 动画制作工具，叫做 Flash。那个时候还是专门做扁平的矢量图的动画工具。这个流行的工具呢 ，Flash 它实际上就是后来更名为 Adobe Animate 的前身。当时呢，我只是因为兴趣爱好，所以开始制作一些非常简单的小动画，了解到了像是场景、角色、时间轴跟关键帧之类的概念。那么后来呢，我就不满足于2D 动画，就贪心的想要做3D 的动画。于是呢，我就接触到了 3ds Max 这款非常强大的 3D 工具，它既可以建模，也可以做动画渲染。那么最早呢，我就是跟着教程做了一个酒杯的一个 3D 模型。就是你先把酒杯的侧面的那个外沿，把它边沿画出来之后呢，然后环绕着圆心，然后把它边沿展开360度一圈，它就是一个杯子了。在当时这个初次建模的体验还是让我感到印象非常的深刻。不过呢，我当时买的 CG 杂志，它里面渲染的图片都非常的逼真精美，尤其是像 Final Fantasy 最终幻想游戏的 CG 动画那么的细腻真切，所以强烈对比之下呢，我就觉得自己做的那个简陋的杯子实在是很不满意。但是其他复杂的东西我又做不出来，电脑呢也拖不动那个 3ds Max， 就是因为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而且界面非常的复杂，所以呢，我虽然很想学习，但是根本又无从下手。而且它的默认的一个视窗的界面总是黑乎乎的，显示的模型呢，要么就是线条，要么就是白膜。如果想要做动画的话，要把那个角色给它绑定骨骼。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有一个软体哈，它可以看得到界面全部彩色的模型，而且角色呢不需要绑定骨骼就能做动画就好了。所以我现在所使用的 iClone 跟 Character Creator 就满足了这样的需求，简单容易好上手，而且界面呢非常的直观，所见即所得，它就降低了学习的门槛跟成本，各种功能呢丰富又很好用。其实除了刚才所提到的 3D 动画工具，我还大概的使用过像是 Blender、Cinema 4D、DAZ。我有一阵子呢是用 Blender 把就是一张建筑的照片里的建筑，你把它的外立面拉伸，然后它就能够让那个房子有立体感。也可以把 Google 的那个卫星地图的那个平面的那个房子，你把它平地拽起来拔高，就能够建造一座城市了。那么我用 Cinema 4D 主要呢还是用它的就是个别的插件，比如说我要做城堡柱子上的那个玫瑰花藤，然后 Cinema 4D 它就有一个 IV 的插件，它就可以长出藤蔓。再比如说扁平的文字跟那个图形，你在 Cinema 4D 里面呢就可以把它变成立体的。我也用 DAZ， 但是比较多的呢是把 DAZ 的像是场景、衣服之类呢导出成 FBX 那种格式在使用。总体来说呢，我觉得每一种 3D 制作工具它都有自己的优缺点，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对我来说，我最核心的诉求就是说要简单、好用、容易上手，界面能够非常直观的看到是它的彩色的那个贴图以及光线要直观，人物角色呢不需要使用绑定骨骼就能用，所以呢 iClone 跟 CC 就满足了我的核心的需求。在2020年底正好呢赶上了圣诞节的打折季，所以呢我就趁着折扣的时期买了 iClone 跟它的很多的做动画的工具，像是 iRay 的渲染、Headshot 爆头工具，像是 Live Face 脸部
捕捉，还有 Lococo 的组件，还有像是 Popcorn 爆米花的那个特效，然后我就利用这些工具开始投入巨大的热情来学习 3D 动画制作。2021年呢，因为是刚开始学习，所以呢，我这一年做的动画都是场景非常的简陋，人物也很丑陋，面相又很怪异，光线也失调，总之各方面都非常的差劲。但是这些失败其实都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那么接下来就请您看一下我在2021年最初制作的 3D 动画的片段。好啦，终于搬来啦。谢谢你，恩迪小姐。不客气。为什么要让恩蒂搬圣诞树？他最近受伤还没恢复。读者朋友好，这几天晚上我都睡不好。我想在节目里表现的大方些，你说这样的姿势自然吗？还不错，就这样。一看到镜头我就好紧张，怎么办？放轻松，不要太在意国民们的眼光啊。学习手艺，我真的学到了很多。别客气，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说。入口和浓情蜜意。那么瀑布就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国家方国吧。好的。这座古籍馆馆藏方国各类珍贵古籍多达3000多本，像初次印刷版。那帮人居然敢往恩蒂身上浇冷水，我绝对不会轻饶那些卫兵。王子殿下，请息怒。外面起风了，恩蒂会觉得凉吗？我还好，没关系。我应该带件外套给你披上的。我来找王子殿下是有事要问你。不急，我们坐下来慢慢说。怎么了，恩蒂？你喊他一口一个成勋哥，为什么不能那样叫我呢？一称呼太过冒犯失礼。请坐吧。谢谢。先喝点果汁吧。我不渴。做人为什么唯独我的却不能加？咦，去哪里了呢？恩蒂，王子殿下，你是在找这个吗？看来这只小猪仔逃跑了啊！还给你。哦，被王子殿下找到了呢。好成熟的品味哦。恩蒂做的猪排饭真好吃。对了，王子殿下，我还做了小蛋糕，我去拿给你吃。好啊。恩蒂，你居然在这里！哦，王子殿下，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因为男厕所就在这层啊，我过来上个厕所出来，就正好看到你在这里。原来是这样。恩蒂，是不是有人给你压力，逼迫你去迷宫？你实话告诉我。没有人逼我。他们根本没有跟你说真相，那个迷宫里面到底有多危险？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孟红，哦，你怎么可以来这里？这是该对客人说的话吗？我怎么不能来？抱歉，我不该说这样冒犯的话。
但是万一被皇家记者拍到照片就不好啦。那有什么关系？别去理会那些记者就行。王子殿下不是说下周军校有考试吗？对，所以我决定今天下午在这里复习。在图书馆学习不好吗？不是说好我们俩最好保持距离避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那么我对 3D 动画制作的学习投入了非常多的热情、时间、金钱跟精力。原因就是呢，我从小实际上特别喜欢看电影跟电视剧。我小时候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成为电影导演，但是从各方面来说，我都没有条件、能力、资金去实现那个遥不可及的电影梦想。所以呢，我自己能够做的，可以负担得起的，就是写作。然后我就写作了大量的小说，然后做电子书，期待也许有一天呢，可以把小说改编成电影。但是 3D 动画制作给了我一个机会，里面的角色、场景跟摄像机，实际上它就是对应了现实生活中的演员、摄影棚跟那个摄像机。我通过 3D 动画制作，实际上是找到了另外一种可以实现电影梦的契机跟方法。所以呢，我就特别的热爱学习 3D 动画，因为它能够让我这样没有什么技术背景，也没有什么资源、人脉跟资金的人呢，也能够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故事用这种动画电影的方式去呈现。所以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2022年，我就不满足于普通的 iClone 内置的一个渲染，我想要非常逼真精美的，像是电影级的那种画面渲染。于是呢，我就开始用 Irene。不得不说 Irene 渲染后的那种质感跟逼真感的大幅的提升。但是 Irene 渲染的时间非常的长，为了加快渲染的速度，此前呢就通过越南的有一个 iRender 的一个云端的渲染农场，然后它就能支持 Irene。但是就是太贵，当时呢要$4一个小时。如果是一张1920px 乘以1080的一个图片，我自己用电脑渲染的话，大概要10到15分钟渲染一张。如果用它的云端渲染的话 ，iRender 大概1-2分钟就一张。但是主要就是太烧钱了，所以我只好通过别的方法，就是想办法来提高 Irene 的渲染速度，比如说通过压缩、材质、贴图。然后或者是选择那个 denoise 去噪点，让画面的柔和。最关键的实际上是 iteration， 就是这个迭代值。预设呢可能有100，然后我就把它降低到像是10、9、8这样子个位数，发现呢就是没有明显的瑕疵哈，然后提高了渲染的速度。那么单张图片渲染都这么费时费事，你更不要说是动画了，像是 FPX 每秒的帧率，我后来就只能降到说是每秒12帧，甚至只有6帧，完全低于它的最低水平了。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牺牲动画的连贯性来让达到渲染的目的。总之呢，持续的渲染就导致我的电脑呢就是过热。我建联呢用坏了2台笔记本电脑，然后要耗费很多时间在研究渲染上面。我就想要时间又短，渲染质量又好，但是非常的困难。到了2023年的时候，
第3个阶段，我在制作3D 动画上面呢，我就放弃了艾瑞渲染了，因为我觉得我应该重新把精力跟关注点放在制作影片本身，比如说人物、场景镜头感、构图、配色，还有故事性等等。所以呢，这一阶段我制作的3D 动画的画面，虽然质感呢，不像艾瑞渲染了以后那么高，但是相比以前的要更加的流畅，而且呢镜头也比较丰富。以下呢就是我在2023年所制作的3D 动画。奇妙，多么壮观！原来这里就是法国方东王子7万里，为什么要让我进入这里？多么华丽啊！我看到城堡了，好美啊，好美啊！エンディさん、暑くないですか？いいえ、ちょうどいいです。とても気持ちがいいですね。純子さん、素晴らしい眺めですね。ええ、本当に。純子さん、これは何ですか？ああ、温泉のお湯です。エンディさんも飲みますか？あまり美味しくないですね。How is that new Fung restaurant you went to? It lived up to its reputation. What's so good about it? First of all, the food is incredible. And how about the service? It couldn't be any better. I guess that's why the place is the talk of the town. Yeah, you need to check it out. ดูไม่ดีเลยนะ เป็นอะไรหรือเปล่า เครียดมาก ทำไม งานเยอะเกินไป เหนื่อยมาก สวัสดีครับ 欢迎大家阅读秦岩创作的《方国王妃学泰语》系列电子书。純子様、
これ、どうぞ。何ですか？お土産です。わあ、ケーキですか？はい、いちごのケーキです。報告の名産品です。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พรุ่งนี้จะทำอะไร มีนัดกับเพื่อน จะไปกินสเต็กไก่ ไปด้วยกันไหม ไปไม่ได้ พรุ่งนี้มีนัดกับหมอ หรอ เสียดาย 여기는 어디예요? 황실 도서관이에요. 그 책은 무슨 책이에요? 한국 역사책이에요. 요리책은 어디에 있어요? 1층에 있어요. 은띠 씨가 자주 책을 읽으세요? 네, 매일 책을 읽어요. 준코さん、それは何ですか？これですか？家族の写真です。この方はどなたですか？私の母です。お母さんはおいくつですか？55歳です。独自步行去爷爷家，他曾经去过多次，可今天他却怎么都找不到去爷爷家的路。小镇有着许多精美的建筑，却人烟稀少，十分冷清。他只看到不远的地方只有一幢房子亮着灯，于是他走向了这栋院子里种植了很多树的房子。玛丽困惑地来到红色大门前，她敲门。大门被打开了，一位身着绿色长裙的优雅老妇人走出来，打量着门口陌生的女孩。真抱歉，打扰了，我好像迷路了。这个位置明明是我爷爷家，为什么这里会有这样一栋房子呢？孩子，你搞错了，你爷爷家的地址离这里还远住呢。不过马上要下雨了，你先进屋喝杯茶吧。果然下雨了，玛丽就先进屋避雨。和善的老妇人带玛丽来到用餐的房间，让她吃点东西。餐桌前坐着的是老妇人的儿子阿贝，他热情地介绍儿子认识这个女孩。害羞木讷的阿贝见到家中来了个漂亮女孩，他脸红了。不善言辞的他和玛丽打了个招呼，两人一同用餐。玛丽透过窗户见到了窗外生长繁茂的大树。天色已晚，老妇人让女孩就住在他们家，明早可让她儿子送她去爷爷家。外面暴雨不止，于是女孩就在她家的卧室住下。隐约间，她听到隔壁母子俩好像在悄声议论什么。夜色下，玛丽不安地站在窗前，看到了窗外的那棵树。因为我的3D 动画水平好像陷入在一个沼泽地里一样，一直就没有什么提高，所以我又急着要做乙女游戏。我感觉我做的这些人物建模场景放在乙女游戏里面实在是太简陋、太难看了，缺乏吸引力。但是一做到大的场景，我的电脑呢又会卡顿，然后我的游戏画面大部分呢又都是那种复杂的华丽的巴洛克风格，或者说是极繁主义风格。这类场景实际上不仅是制作模型很难很繁琐，而且渲染也非常的耗时。所以我就在很痛苦的时候，2023年春天，就是突然一夜之间各种各样的 AI 技术就陆续的火爆，像是生成 AI 图片的 Midjourney， 生成 3D 模型的 AI 工具 Meshy， 这些 AI 工具都辅助我解决了像是场景背景的问题，
所以呢，到了2024年第4阶段的时候，配合了各类的 AI 工具，我就用 Character Creator 4的那个 Headshot 人物建模，然后再配合 Midjourney 生成的背景，使用 iClone 8来制作 3D 动画，就是跟从前呢比起来，画面更加的精美丰富，质感逼真，至少呢跟我自己过去做的动画相比是有一点进步的。我觉得完成比完美重要，只能说我目前的一个档次跟水平只能够先勉强做到现在这个地步了，未来任重道远，在动画制作的各个方面我都有太多需要改进优化的地方。那么以下呢是2024年我制作的 3D 动画，这些呢也是我制作的乙女游戏1000王子系列当中呢使用的动画。我的胸膛，聆听我的心声，一心一意报答你，你是否知道我的心意？我们兔国人也认为世间万物有灵。今天我给你讲一个兔国流传已久的鬼故事，她的树丈夫。我是景烈。风水师对于在房间里怎样摆放镜子，晚上起来上卫生间，也许会被镜中自己的身影吓到间里。接下来看看厨房吧，工作肯定会心神不宁。我是凌天叛军谈判，被推下雪山。王子殿下，现在你要换药了。我注意到他手中的写字板上有一串数字718，我现在想出院了。绝对不行！我总是做梦梦见我来到电梯间，这个电梯间的区域号码是113。只是因为我非常爱你，我不想你辛苦搭乘麻烦的转机航班，是翼龙时小心飞机颠簸，你不要再走来走去了，快坐下。我今天来丁四省出差，现在对各类狗严格管理，可怜的，所以我决定把它带回来养。今天我就先聊到这里。圣诞快乐！圣诞节之际，我也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其实我买了一个新的平底锅给你，下次你可以用新的平底锅砸我，但是请不要带油。现在让我带你穿越时光，我想和你说说我一天的生活。黎明时分，太阳的第一缕光芒拨开黑夜的面纱，它映照着我居住的巴比伦城里。用塔罗牌来占卜一下，在新的一年，更高维度的宇宙能量会指引我们怎样的方向，就从中选择一张，看看塔罗牌给的预示吧。4种形状：方形蛋糕、圆形蛋糕的安稳生活的人，你是踏实可靠的人。上午繁重的体能训练终于结束了。好啊，给我点超大份的哦。现在有外卖，你去送外卖到亚洲军校的野外训练场2号门。哦，好吧。这是您的2份超大份红烧肉套餐和饮用水。居然是女孩子来送餐，辛苦你了。抱歉，我迟到了。走左边那条大路比较安全。谢谢你提醒我。王子殿下，好管闲事的媒体曝光说您最近有花重金要求搜索引擎公司改变算法。知道无良媒体挖掘曝光他父亲是货车司机，无论如何我都要不遗余力地保护他。王子殿下，现在参加选妃的其他佳丽全都在向节目组抱怨，佳丽们和您互动甚少。因为我只想和他在一起，只想一心一意地跟他相爱。可我对他流露哪怕一丝爱意，都会即刻转变为其他佳丽对他深重的敌意。王子殿下，她只是我们费氏酒庄里一个女佣的女儿。每天她从女子学院下课后就要在红烧肉饭餐厅打工。一个女孩子靠自己的双手勤恳劳动挣钱，她到底有什么可被看轻的？我刚从补习班下课，沿路满眼都是荧幕上播放的方国海选王妃广告片。
新年伊始，寒风瑟瑟，刺骨寒风毫不留情。我在等待。前阵子的连绵冬雨让车内残留阴冷潮湿。我乏力的斜靠在椅背上，车上都是和我年龄相仿。我要到站了。现在距离录影还有20分钟，你会紧张吗？录制采访，你帮我再复习一下采访回答好吗？当然好，我可是你的经纪人啊。迷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概念吗？的思念和爱意。我的女孩是写的谁吗？我写的是你。开始录影了。在平凡的世界里闯荡，我与你相遇，命运的安排。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似说绵绵，只为相守。要环流，要望长天，岁月匆匆，轻易梦过。见到你真高兴，每个瞬间都珍惜，感谢你的笑容，让我世界更温馨。念到你真高兴，这份小小礼物不足以表达你对我的恩情，让我全心全意把我自己送给你，这份见面礼是我最真心。见到你真高兴，每个瞬间都珍惜，感谢你的笑容，让我世界更温馨。我太过于热情，用我最后太过对不起，对我只是太欢喜。抱歉我的失态，只是激动难耐，你的善意我知道，未来一起期待。听到你真高兴，这份小小礼物不足以表达你对我的恩情，让我全心全意把我自己送给你，这份见面礼是我最真心。见到你真高兴，每个瞬间都珍惜，感谢你的笑容，让我世界更温馨。念到你真高兴，这份小小礼物不足以表达你对我的恩情，让我全心全意把我自己送给你，这份见面礼是我最真心。见到你真高兴，每个瞬间都珍惜，感谢你的笑容，让我世界更温馨。我太过于热情，用我最后太过对不起，对我只是太欢喜。抱歉我的失态，只是激动难耐，你的善意我知道，未来一起期待。听到你真高兴，这份小小礼物不足以表达你对我的恩情，让我全心全意把我自己送给你，这份见面礼是我最真心。见到你真高兴，每个瞬间都珍惜，感谢你的笑容，让我世界更温馨。